大家晚上好，有人点了沙发了，欢迎。拒绝送源，好吧。美西睡前来点个赞，明早看回放，欢迎。这个会聊聊六代机吗？这次大国难道真的遥遥领先了？这个怎么说呢？确实，一南一北飞了2架飞机起来，然后从外观上看呢，也确实具备一定的六代机的这种造型吧，或者说是一些六代机的特征。但是这个还是等官方发这个公告吧，这个咱们在这儿瞎猜没有任何意义，对吧？花13000美金修我的老款福特蒙迪欧，结果配件厂把挡风玻璃型号发错了，现在修了3个星期还没修好。看来美国不仅人工贵，效率也不高。哎呀，这个在国内的话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因为是有专门的那个修玻璃的公司啊，他们会专门配所有的玻璃，实际上都是福耀的玻璃。没车，圣诞假期没法出去玩，只能待在家里。打算把《鱿鱼游戏2》看了，好吧，这个也算是一个收获吧。国内金融业的朋友刚刚被裁员啊，他昨天看到六代机的消息，激动的连发了3条朋友圈，连简历都不想着投了。这什么奇怪的想法啊？蹲一蹲老板，什么意思？宏大叙事入心入脑入魂，自己过得再惨无所谓了。这个怎么说呢？不能这么想这问题啊。跑步回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终于赶上直播了，欢迎。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啊？现在有40个赞。然后我们的稿子。好，我们准备开啊！现在不是有40个赞啊，现在是有36个人看，刚才有40个人，现在有36个人。赞的话，我看看有几个了。还剩34个人，怎么越来越少了？好吧，这个那就这样吧。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集采之后还能买到原研药吗？怎么吃药？第二个故事呢，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北京跟上海的销售数据或者叫零售数据暴跌，这个还能刺激得起来吗？好，那我们先开始第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集采之后到底买什么药吃。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个礼拜天会去装药盒，因为我自己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呢糖尿病，然后我是会每周吃很多很多的药这是我的一个现实情况但是呢，在12月12号第10批集采谈判之后，这个事情就登上了热搜，大家都在讲说，哎呀，这个以后就没有原研药吃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外资药企跟做原研药的这些企业直接退出了谈判，价格实在太低了，完全没法看了，对吧？那么这一次的集采呢，它并不是说每一次集采把所有的药都干一遍它是这个这一次集采里头主要针对的是62种药品采购成功，均为已过期专利就是他们都是过了专利的。有多家企业生产竞争充分的药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感染、精神疾病等领域它是这样的一次集采。所以这一次里头呢，不但没有原研药，也没有创新药，都是这个已经过了专利期的这个药品。那么这一次呢，引起了社会的热议第一个就是原研药的退出，所有原研药厂都退出了，有些压根就没有来去参加这个谈判，有些呢是进了屋了，然后就直接出来了，说这个价格完全无法承受，这个价格低得吓人说阿司匹林的长溶片低至0.03元一片，也就是3分钱一片，氯化钾注射液低至1毛6一支。对吧？应该是比矿泉水还要便宜。
间苯三酚注射剂啊，最低的中选价格是2.2万啊，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很便宜。像现在你出去买瓶矿泉水也得2、3块钱，对吧？那么这个1毛多钱的一支药啊，这个到底能不能吃，不知道。那么国产平替到底行不行这件事儿呢，也引起了社会讨论啊。有一些做过药品研发或者做过这个国产药的人也出来现身说法，说国产平替这种东西呢，它的分子式可能是一样的，然后也是拿着国外的这种专利，特别是过期专利来去生产的。但是呢，这个专利的公开其实并不充分啊，包括它的很多辅料到底是用的什么啊，或者用的是哪一种，如何去加工，然后整个工艺到底怎么样，其实并没有进行这个充分的公开。然后我们做出来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稳定啊，也有一些生病的人出来去现身说法，说哎呀，这个糖尿病吃这个国产的2甲双胍就这个血糖控制不住，忽高忽低的。然后改成这个戈华酯，也就是中美史克做的这个，然后一下就稳定住了。因为我是一直在吃戈华酯啊，这个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原研药不行啊，原研药没有了，国产替代的药是不行的。但这种事儿呢，也没有办法一棍子打死啊。我记得，我父亲在得癌症最后这段时间呢，也是把所有能吃的药，国产的、原研的，然后全都吃了一遍。有些呢，反正这玩意儿看命啊，这个有的时候国产的药也能顶一段时间啊，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这个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了。那么年底了，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集中开药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去开药。我现在呢，这个已经挂上了12月31号的号，准备再去开药。为什么到年底大家要去集中开药呢？所以我也要去研究一下我的药到底能不能买出来，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医保的话，每年的这个1月份，你的医保要清零的，对吧？前面1800块钱要自费的，然后后面超过的部分才可以报销。所以我们12月份一定要出去买一次药。啊，这个前面12月12号这个集采完了以后，虽然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也并没有特别在意。那么等了我自己要去开药的时候，才发现，哎呀，不对了，然后赶快四处去问身边的社区医院，这个各种大小医院去问啊，这个药哪里有，那个药哪里有，然后最后发现呢，就是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药啊，有些医院它就有原研药，有些医院就没有，对吧？我现在吃的各种药啊，都有些什么呢？第一个呢是恩格列净啊，这个是2019年谈判成功原研药，现在国内好像可能有一些仿制啊，但是这个现在还都是各大医院上原研药的时候。格华酯呢是2020年谈判成功的原研药啊，但是国内也有一些这个仿制药也已经谈判成功了，也在卖。菲洛地平呢是2023年第8批谈判成功的啊。但是呢，真正谈判成功进入医保的不是原研药，原研药呢是阿斯利康的，然后呢，甭管是不是原研药，这个菲洛地平都是乙类目录啊。待会儿咱们再讲甲乙丙的事儿啊。然后呢，我还吃卡维地洛啊，卡维地洛呢原研药是第13共株式会社的，原研药跟仿制药都没有参加过谈判啊，这个呢也是一个乙类目录。然后呢，我还吃利普妥啊，它的原研药是辉瑞的。辉瑞呢也没有参加谈判，仿制药呢是通过了谈判啊，然后是乙类目录。我呢现在已经拿了一部分了，就是有一些在社区医院有的我已经拿到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区医院没有的，就必须要找大医院去拿。然后大医院呢现在去挂号，就是你说我今儿想去挂明儿的号，没有啊，这个我现在已经挂到了12月31号的号。然后我准备那一天去，然后把需要的药品都给他拿齐了，这就是我现在要去拿药的一个状态。那么原研药这个东西是不是以后我们就吃不到了呢？大家就通通都去吃仿制药，对吧？甚至还有人啊有这个阴谋论，说这个医保是不是钱不够了，对吧？用仿制药把整个的医保开支降下来啊，这个领导肯定还是能吃原研药的啊，这个普通民众咱就吃仿制药就完事儿了。然后至于有不有效的话，这个没有那么大关系啊。如果效果不是很好，可能这个还可以给医保和社保省一大笔钱，对吧？这个算是个阴谋论啊。现在呢，整个的医疗体系其实已经是搞的，就是所有的环节都有问题啊。这个原来医院还是挣钱的，
对吧？现在连医院都开始倒闭，医生都开始降薪了，现在整个的这个医保的开支已经变得这个完全的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但是原研药呢，并不会真的离开啊。第一个，刚才我们讲了，领导肯定是能吃到原研药的，这个不用担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把药分成甲、乙、丙3个目录。甲类目录呢，就是临床治疗必须的、使用广泛、疗效好、同类药品中价格低的药品。这个至于疗效好不好这件事儿呢，你把它当个形容词就可以了，这个不重要但是呢，一定是同类药品里价格低的药品。这个一般的报销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很多的，如果是这个生病的人你去拿这个甲类药的话，这个就自求多福。然后乙类目录呢，就是其实我吃的很多药都属于乙类目录乙类目录呢是可供临床治疗选择使用，疗效好，同类药品中比甲类药品价格高的药品这叫乙类药。乙类药呢，它的报销是自付一定比例之后，余下的费用按照政策规定的比例进行报销所以呢，乙类药是我们要自费一部分的这个呢，像我吃的什么利普妥呀、卡维地洛呀、菲洛地平这都属于乙类药其他几个我没有仔细查。后边呢还有丙类药丙类药呢就是不在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药品，即非临床必须、价格较高的药品，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报销，需要参保人完全自费然后呢，它包括哪些东西呢？保健品类、高档药、新研制未纳入医保的药，以及部分的抗癌进口药这些都是丙类药。就是你到医院里头以后你就是要去使用甲、乙、丙3类的药品。现在呢，主要谈判呢，实际上谈的很多都是甲类药，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又不行，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钱大家还是要去使用的。然后明年呢，这个进口原研药有可能会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回来是一个什么形式？就是鼓励商业保险，对吧？原研药、进口药我们就成为乙类药和丙类药就完事儿了可以自费或使用商业保险去报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属于比较倒霉、比较痛苦的这个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慢性病商业保险通常是不卖的，即使卖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我们买的正常的医疗保险其实有几种第一种是带有储蓄和这个重疾性质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纯消耗型的，就是你每年只管交钱，交完钱以后呢，到第2年你再接着交钱这个像我这种可能有一些这种纯消耗型的这种比较贵的保险还是可以买到的但是它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这个基础病史会去调保费，所以我现在也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是可以跟一帮年轻人混一块儿统一买，对吧？这个保险公司也是挺坏的他说，你们这一公司好几百人或者好几千人你们统一去买这个商业保险，我愿意卖给你。他反正也知道，反正这公司到35岁就把人裁了嘛，所以呢，这个大家身体一般还是比较健康的。我有时候会跟着他们混但是现在呢不上班了，对吧？我再想去自己去买这些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就会比较麻烦，而且就算买成功了商业保险，等到最后报销的时候，那个脸也很难看，对吧？这个因为毕竟是有很多基础病在身上嘛，可能未来像我要再吃原研药的话，有一部分也许就要自费了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情况这个现在国家也说了，说未来我们要尽可能的鼓励更多的有条件的人去买商业保险，对吧？靠医保这事儿肯定不行了医保吃原研药这件事儿，除非你是领导其他的就别想了。但是呢，商业保险后边还有一个悖论不是刚才我说的我买不到的一个问题，对吧？商业保险背后还有一个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跟着原研药、进口药、集采一起在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叫 DRG 和 DIP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DRG 呢叫做诊断相关组，是基于诊断的病例分组系统，它根据患者的年龄、疾病诊断、并发症。合并症、治疗方法、病症严重程度以及转归和资源消耗等因素将病人
分入若干个诊断组进行管理的一个体系，这叫 DRG 体系。然后呢，DIP 是什么呢？DIP 是按照病种分值付费，对吧？你这个病是50分啊，是可以付多少钱啊？是60分可以付多少钱？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即利用大数据优势，对历史数据中的病例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行穷举聚类，形成病种分值，以病种组合作为付费单位，根据病种分值和调节系数确定支付标准。这意思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得了一个感冒啊，那么按照 DRG 说你这个多大岁数了，然后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历史并发症，然后说哎你这个人啊，这个就应该属在哪一组里头，你这一组应该是比如说多少分啊，他给打一个分，然后呢到 DIP 那儿去一看说啊你这么多分啊，那你这个病应该是用50块钱给你治好的啊，不能超也不能少。然后呢不能超也不能少啊，比如50块钱能治好，如果超了，这个医院罚钱啊，而且医院肯定不会自己罚钱嘛，他就罚医生的钱啊，超了就罚医生的钱。如果少了，医院可以提成啊，他是这样来去做这个事情的，对吧？这叫 DRG 和 DIP。那么医院就很挠头了，对吧？乙类、丙类的这些药，刚才我们讲了，病人是可以走商业保险或者是自费的啊，本来是没毛病的。但是你超出 DRG 和 DIP 的部分，它就需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了。你按道理说这部分钱它是不走医保的，对吧？这个国家应该也管不了它。但是呢，这个使用商业保险和自费的时候，医院其实还是要受 DRG 和 DIP 的限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头有一个玄学，就是如果没有违规的地方，医院可以在自费和商业保险的情况下超过 DRG 和 DIP 是不会受到处罚的，但是前提是你没有违规，没有什么过度诊疗啊、过度什么检查呀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吧？这个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违规了，即使使用了商业险或者自费，哪怕说你这个医保的部分都没有超标啊，你是这个商业险和自费的部分超标了，也是会受到处罚的啊。那么医院会有这样的一个玄学，那你说你不违规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里头呢又有2个问题摆在这里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医生跟这个病人之间啊，双方是没有信任的，对吧？是不是违规这件事情标准本身并没有那么明确，而且作为病人本身来说，我收了这么多钱，对吧？然后有的可能还治的没有那么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花了这么多钱划算不划算？那每一个人的心理判断其实是不一样的，甚至更多的人啊，花完钱治完病或者是没治好的情况下，都会觉得不爽，对吧？那么一定要去把医院告一遍啊，他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保险公司它也不是个好说话的，对吧？你要求报销，特别是大额报销的时候，他也要出来清查，要折腾这个东西合算不合算，那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有，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医院里头有一些不合规或者有一些擦边的情况，那也是会被告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医院是不是就让他们放开了使用这些东西，然后不要被告这事儿行不行？说实话，我个人作为一个病人来说，也不希望医院真的放飞自我，对吧？这个你到医院去了看病，然后医生问你说你是走自费啊，还是走报销啊？对吧？你问他说大夫啊，这个自费跟报销有什么区别啊？大夫说了啊，自费呢我就给你开点差的药啊，这个国产药差那么一点点。你要是报销呢，我就尽量给你开点好药。然后呢，再向我露出邪魅一笑。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后脊梁狗都发凉啊！这个，因为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哪个药到底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对吧？我也不能说我为了看个病，自己还去学医，这事儿不现实。那这个医生，我到底信不信任他啊？这个他给我开的这个很贵的进口药，到底好不好使？这件事儿我也害怕。所以呢，在这个医院有 DRG 和 DIP 的这种限制。我自己的心态其实也是挺矛盾的，对吧？我一方面知道啊，有这个限制以后，他不能给我开好药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怕他骗我，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状态。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医院不管病人是不是自费，或者是购买了商业险，
都会尝试在 DRG 和 DIP 的框架下去治病啊。它这样的话，很多这种特别是很重的病就会非常非常麻烦，对吧？它一定会超过的，特别是一些比较慢性的，还有像这种癌症这样的事情，对吧？你是没法整的。啊，道听途说一个故事吧，跟大家讲一讲啊，说某人说这个母亲患了癌症，在省城的大医院进行了这种比较激进的治疗，然后呢准备回到县城的小医院继续治疗，但是呢发现没有人愿意接诊啊。他说我已经买了各种保险，然后我也愿意花钱，依然没有任何人愿意接诊。原因很简单，就是他 DRG 跟 DIP 所规定的额度呢，其实已经被他的省城大医院给跑光了，没了。然后商业保险跟自费的这部分，人家是不接的，你接了下来以后，再给你所有的治疗都属于是超标部分。那么超标部分的话，最后保险公司会找麻烦，这个病人也会找麻烦，而且像这种癌症，你也不可能说把它治好了，对吧？然后最后比如说真的在这个小医院里离世了以后，再产生一些纠纷的话，受不了这个事儿，对吧？惹一身麻烦，最后这样的人就属于无人接治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医院他也不愿意再让你住下去，因为他也有规定说你在我这儿必须住多少天要出院，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啊？这个人就属于是被推出医院，所有的医院从大到小都没人接啊，就会出现这种事情。那么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说我还可以继续搞下去？说咱们先说有钱的事儿，咱们不说没钱的事儿，对吧？可以啊，还剩一条路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医院是不参加医保的，这个它完全跟医保无关啊，这个医院。那么这种医院的话，它是 DRG 跟 DIP 对它无效的。还有现在的外商独资医院啊，对于DRG 跟 DIP 来说也是完全无效的。你想，他光挂个号就好几千块钱，对吧？那这个情况，你让他去遵守 DRG、DIP 这个事儿就是扯淡了嘛，肯定就不用想这个事情，对吧？他们会去搞所有的原研药、好药，对吧？然后呢，用很贵的这个价格让大家来去看病。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钱，是可以走这条路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很高额的这种纯医保啊，但这件事儿呢，我个人也还在犹豫吧，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跟我自己个人利益切身相关啊，所以我就自己也很纠结。为什么纠结呢？就是我每年开的这么多药，如果我走这种高端纯医保，就是我每年往里交钱，交完了明年接着交的这种，对吧？那么他交的钱大概率是覆盖不了我拿药的啊，因为如果能够覆盖，比如说我交了500，然后拿了600块钱的药，那等于保险公司就纯亏，对吧？人家是一帮精算师，他也不可能亏这个事儿。买保险是为了应对这个意外的，以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好像出意外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真出了的话，那就就听天由命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何必去费这个劲呢？所以这个事儿我也还在纠结啊，到底是不是要去买这种很高端的这种纯医保啊？因为一旦买这种医保的话，你就不要再去这个走医保体系内的这个医院了啊！你一旦走了这个体系内的医院的话，这种医保就废掉了，因为你去了以后，他还是不敢突破 DRG 和 DIP 的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的医保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钱到底剩了多少这个事儿其实是个玄学，对吧？国家说了，我们医保是钱足够的啊，但是有人信吗？对吧？走了 DRG、DIP 以后，现在医院都开始倒闭了，因为他已经规定好了，你这个药要多少钱卖，多少钱买，然后医疗器械不能有利润，对吧？但是你这些东西到了医院里头，得有人管啊，对吧？它还有人员成本，还有水电，还有房租，这些东西都得有。那么整个的运转下来以后，就只能亏钱。现在很多的医院就是没有特别黑心的这种医院的话，医生都在减薪啊，甚至有一些医院可能都未必能发得出薪水来，因为很多医院也有拨款嘛，国家有钱，对吧？但是各地方政府未必有钱。那么地方政府拨不到这个钱下来的话，那这个医生他就没有钱去看病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像我在北京还比较好，就是我到12月31号依然可以到医院去开药。对吧？你到天津去试试，因为我原来也跟天津医保的人去沟通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基本上到7、8月份，可能8、9月份就开不出药来了，或者你只能自己去自费买药，对吧？为什么？因为这医保用完了，对吧？他开不出来了，这种可以报销的药或者可以走医保的药，他就搞不定了，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而且现在呢，也准备去调整个人医保支付的比例，对吧？这个肯定医保的钱到底有多少这个事儿，
就谁也没法说啊。这个只要有人敢说呢，你这个医保没有钱了，这个算造谣啊，因为没有任何的数字公开出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领导们的诊疗呢也是个玄学啊，就是中国本身的医疗能力啊，至少在领导身上还是很强的，对吧？他们也有很多的原因要去使用，对吧？这个我觉得他们到底花了多少钱，他们花的钱到底是在医保内的还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事儿不上啊，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第三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药跟中药制剂啊。2024年国家医保目录里头药品总数是3159种，其中中成药是1394种，占比约44%。这些中成药呢，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疗效，对吧？最多说是吃不死人，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你占了这么大的一个医保比例，因为你想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它占44%，这个咋办啊？这个实际上就完全在浪费钱，对吧？而且很多的国家的国内的中成药里边是有一些西药里边的违禁成分的，对吧？这个是很多国内的药都有啊，因为它这个中成药本身最后的这个检测呀、检验啊，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严格。你只要说我这是组方啊，是这个上面传下来的，它就可以比较快速的通过。至于里头是不是混有西药成分，是不是混有违禁成分，是不进行特别严格的检测的，对吧？而且中成药还一点是什么特别讨厌，它特别贵，对吧？这个像我有时候也会到医院里头去说，哎，你给你开点中药行不行？我说那你开点呗，因为我也走医保嘛。然后会发现中药的这个同样的这个药品吧，第一个是它很大，然后为什么？因为它提炼的差嘛，那西药可能一小片，中药就是一大丸或者是一个小瓶子或者什么这样的。第一个体积很大，重量很大；第二个是特别贵，对吧？这个同样的事情，可能西药10块钱啊，几块钱搞定了，然后到中药的话，可就是50、60甚至上百啊，非常非常贵。所以这块呢，其实消耗了大量的这个医保。那好在是什么？就是咱们的散抓中药，比如中药的这个医师给你开的方子，你去抓药的那个是不能进行医保报销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药品的质量、价格是没法控制的，所以呢，医保是不报那个的啊。但是所有中成药，包括这个片剂啊、丸散膏丹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中药注射剂啊，这个1394种，这个是在医保目录里的。但你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问题咋办啊？但是我要讲说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些东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信任缺失，大家不信了，我们去找大夫看病，你得信得过大夫，这事儿才能行，对吧？如果你不信大夫的话，实际上这个病可能80%他就治不好了啊，因为我们在讲说治病这件事情，通常是没有什么疗效的啊，大量是安慰剂。对吧？就算有效也是安慰剂，但是安慰剂起作用的这个基本条件是什么？你得信呐，你不信这玩意儿安慰剂它咋起作用，对吧？但是在国内呢，现在是医保局不信医院，啊，病人也不信医院，然后呢，有些医院在盈利，甚至有些医院在亏损啊，还有些医院倒闭了。那么这个过程，什么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让大家产生信任的这种机制，而且呢。司法体系呢也只会抹稀泥，对吧？你如果是出了什么问题了，你到法院去告他，最后呢，第一个拖的时间很长，第二个通常也是各打50大板抹个稀泥就完事了。所以在中国就会有医闹这种情况出来，对吧？你没给我治好，我又不信你，然后我去法院去哪儿去主持公道去，然后我又没觉得我被主持公道，那么最后整个的信任体系是崩塌的啊，这个。其实才是真正中国医疗体系或者医保体系底层的一个顽疾啊！就这几年啊，他们把这件事搞废掉了。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还稍微简单一些啊。为什么？是到医院找个熟人，然后介绍个大夫啊。一般在这块的话，还不至于杀熟吧，也只能如此了，对吧？这就是这个我现在去看病的方式。这个现在看到的医保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解决方案，就是第一，消灭原研药啊，在所有医保体系内把原研药干掉；第二，仿制药呢做一些一致性评价，就是说你这个仿制药跟原来药这个差不多是一致性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就可以了，然后进行降价采购。实际上做仿制药的这些公司呢，他们
也是这个赔钱的啊，也不是说做3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就可以挣钱，也是赔钱的。但是工厂只要不生产，就彻底赔干净，生产还可以少赔一点点，所以他们还是会去生产。而且最后这一波做出这种垃圾仿制药的公司未必能够收到钱，对吧？他把药拿出来以后未必能把钱收回来，就跟原来做这个新冠试剂啊，或者是这个各种检测盒的这帮人一样啊，他们最后其实也没有拿到钱啊。所以现在这些给仿制药这个谈判成功的这些公司，可能最后会比较麻烦。然后这个是药的问题啊，再往后呢是通过 DRG 和 DIP 控制医院的这个诊疗费用。这个医院你愿意摊钱啊，你愿意去在病人身上挣钱，你就在这个范围内挣就完了啊。我就规定好了，一个感冒是60啊，一个糖尿病比如多少钱，还是每年多少钱，或者一个癌症是多少钱，我们就规定好了。只要在这范围内，你就想办法把这钱省出来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这个反正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我觉得这种信任会更加缺失吧。然后最终呢是把高端人群的医疗支出挤到商业保险跟非医保医院或者是外商独资医院去。这个呢可能就是2025年我们会面临的一个医疗现状吧。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你们每周日看我去装药盒，实际上装的就是这些东西。看看这边有什么评论啊？集采的阿司匹林3分钱一片，拿玉米淀粉捏一片都不止3分钱了吧？是的，这个它的辅料里头很多实际上是玉米淀粉，但是就是国内做的辅料，他们也讲了，就是怎么说呢，颗粒不均匀，然后这个各种的参数有问题啊，这个也会差一些。点赞啊，大家都点赞，记着。高血压你觉得什么药好一些啊？这个呢不能给你建议啊，因为我自己呢是这个吃的什么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吃的是菲洛地平和卡维地洛啊，但是呢，这个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不一样，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啊，让医生给你负责任。医生呢会去测试啊，在北京现在有做那个抗药性测试的，就是看看你到底吃什么药管用，因为降血压的药非常非常多啊，这个不同的人不一样。像我原来还吃过一种叫什么药我忘了，就吃完了以后心动过快，对，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心跳就蹦蹦蹦蹦蹦的，最后把那个药换掉了，然后再换来换去，我大概也是换了2、3次，然后才把血压稳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老老实实去看大夫啊。前几天去药店买了盒舒美阿奇霉素治咳嗽啊，比之前一下涨了10多块，还要登记个人信息。哎呀，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首先这种什么阿奇霉素它就是个抗生素，对吧？你去吃抗生素的，它登记你的个人信息是应该的，对吧？然后它能够随便给你开出来这件事本身它就有问题。至于贵和便宜呢，反正你找原研药去买就行了啊，不要去买这个仿制药。现在油管有性能可以设置停止播放时间啊？是吗？这还真不了解。直播赶上了啊！今天还听周围的人说这次集采，也说医生降薪了啊。但是我在想，不是这次化债放水吗？是不是可以对医院有所帮助？不会有帮助的。化债实际上化的是好多原来政府欠的地方债，至于医院的话，先把这个公务员的工资发一发，然后再轮到他们啊。这个让领导先走。毁灭吧，韭菜下酒，越割越有。这个韭菜下酒是越割越有吗？今年全国倒闭了500多家医院，连宇宙第1大医院都开始亏损了。哎，这就真的没办法啊。国内的纯消费商业保险，我觉得也不太好用啊，比国外的贵，还有很多限制。我看见别人一家子才5万多，好像
全都覆盖了。哎呀，这个，所以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整一个啊？这最近也在跟我太太在商量这件事情。没有用，DIG 的核心目的是医保少给医院钱啊，这个而且 DIG 支付多少钱是医保定的，它可以一直往下调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医院不爱收比较复杂的病人，是这样的。现在稍微麻烦的病人医院是不收的啊，所以这么看来啊，医患矛盾是必然的结果。对啊，如果上面这个抹稀泥的话，那只能是把矛盾激化到基层去啊。但是呢，这个咱们政府又喜欢做青天大老爷，对吧？就是我来给你们调停一下啊，各打50大板，那就没办法了。老范说的自己看病貌似是笑话，悲哀的是我身边不信大夫给自己抓药的人已经不是个例了。哎呀，这个你说我凭什么信他呢？这个事儿也是很麻烦，对吧？这个死亡螺旋，哎呀，是的，点赞点赞啊！今年很多市大医院抢新生儿非常积极，各种新媒体都上了，还很积极的跟其他公司合作拓展业务。我感觉真的很缺钱。我这儿小县城传闻今年医保缺口过亿，哎，这就不知道。抢新生儿是没想到啊，这个反正现在确实新生儿少。反正中药能够对症是管用的，这个关键是管不管用这事儿谁也说不清楚啊。信任崩塌，从2021年出现，政府项目拖欠供应商贷货款开始了，感觉以后穷人活得会更艰难啊。治感冒的时候发现脚疼，医院完全可以不管脚疼。是的，你是这样，就是你治完感冒了以后，他会让你出院啊，然后呢，你再换一个医院，然后以新的病症重新去挂号，这个事儿是可以的。真的是无话可说啊！爸妈岁数也大了，暂时没有这个无忧解决的方法。你在天津更没法整，天津的那个医保是特别特别惨，因为天津大量的年轻人跑到北京来交医保，然后呢，他交的少，然后这个老年人又都在天津，就完全没法整。中成药感觉太离谱了，家里老人有吃，说吃药太多啊。我一看，最多的是中成药，一次吃3片，一天3次。我当时就想，一天吃这么多，才有缓解症状的作用，这效果也太差了。哎，但中成药我感觉能变成片儿的，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对吧？而且中成药片儿剂的，像我以前治那个吃那个丸儿叫什么气管炎咳嗽痰喘丸，号称是施金墨的这个秘方，对吧？那个一次是30多粒儿，一次的啊。这个中成药，因为它那个提炼的技术不行嘛，所以就是同样的有效成分，它一定是这个体积跟重量都会变得很大，而且很贵啊。这中成药非常贵。国内的城镇医保报销只是国内医疗比较大的问题之一，更大的问题是医疗资源不平衡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极不健全。我亲身经历和见到的2个例子啊，我妈10几年前眼底出血，在本地号称眼科最强的医院看过了，说要动手术，后来去帝都找了亲戚介绍到同仁医院。好不容易挂上号，大夫只是给开了药，些药说回去静养就好了。而我邻居有个老太太跟我妈同样的情况，手术之后视力急剧下降，这个这个也是没办法这事儿。怎么说呢？在国内它就是这样啊，不同的医生看不同的结果，而且呢，相互之间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啊。你不能说因为在这个北京你看完了以后是很好，然后你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医生告了啊，这个事儿也没法整。所以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基础可言，这就是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对于非处方药啊，买国外的或者代购可以吗？这个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吧。老范如何分辨原研药和仿制药啊？看药厂嘛。国内的药厂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仿制药？没有啊，你像我吃的基本上都是原研药，因为我得病比较早嘛，所以就一直这么吃下来了。
但是我现在吃的卡维地洛已经没有原研药了啊，好像已经都是仿制的了啊。这个回头就可以去研究一下啊。这个既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了，下回我就自己去买一点也是 OK 的。现在其实有这个 AI 还是很棒的啊，就是你可以去问豆包说这个我要吃卡维地洛，然后它的原研药的工厂叫什么什么，然后呢它就可以告诉你，然后你再拿着这个去买药是 OK 的。第二个情况的例子是我本人7、8年前去住院，我临床的大爷，农村来的，他们的医疗合作报销到城里住院报销比例只有25%，大部分钱都要自己付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仿制药比较悲催啊，首仿还能赚点钱，后续只能吃土了。是啊，他现在整的这批3分钱的阿司匹林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就都不知道是第几手的了。儿童医院、妇产医院压力都非常大，新生儿少，加上民间月子中心这些抢走大半用户，毕竟服务更好啊，只有那些疑难杂症不好治的扔到妇产3甲医院，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我就真的不了解了。至少美国的话，处方药买不到的啊，需要你有医生的处方，有处方就需要挂号，没有保险挂号就需要大概80到250美金不等，好吓人。看你挂什么医，然后如果没有保险，美国的药也特别贵啊，有保险就1秒便宜不少啊。这个，但如果上保险，需要你合理合法的住在本地，而且每年只有11、12月窗口期。嗯，但是这样就是我原来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以前，因为我自己原来是在美国生过病的啊，有一次是在美国突然牙疼，然后就跑到那个超市，超市头上有一个小药店，就反正美国好多超市那个头上有，还是叫 AC 什么，反正忘了，反正有一个药店，然后就进去买这个止疼剂啊，然后反正也混过来了。当时我也没在美国做任何治疗，忘了花了多少钱，几十美金，然后买了一些药吃，然后大概是在那儿混了1个礼拜吧，这是当时我的一个案例。然后我有一个同事是到了美国是急性的阑尾炎还是什么东西，在当地还是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是买了一些这种，就是现在就是你出国之前是可以买这种保险的，这个买了保险，然后应该也是走了一些报销啊，这个也是有。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一个也是以前同事，他是父母跑到美国去，然后生病，然后没有保险，应该是最后结账上万美金了，然后那个他最后应该是找了个律师吧，然后跟那个医院去沟通，然后也是东减西减，然后最后交了可能几千美金也混出来了，对吧？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跑，然后呢，你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跟他去进行友好沟通以后的话，还是可以部分解决问题的。其实在我看来，虽然北上广的医院治疗能力是比省市强吧，但是大量外来的看病和黄牛挂号，本地人看病也没那么容易啊，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巨大型医院，对吧？那个真的是人满为患啊，这个，所以我一般没事儿我也不爱去，虽然他们的药特别全啊，但是呢，我是能不去尽量不去。我看中成药成分里边都是草药名，一个成分学名都没有，简直儿戏啊！这个他们好多都不写，对吧？因为原来我在盛大的时候，那个老板叫陈大年嘛，他就特别喜欢中医，然后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去投资这个中医中药。他们就看说，特别是这个，比如治皮炎啊，治什么这种皮肤病的这个中药的这种，就是外边涂抹的这种膏剂吧，然后拿来化验，他们拿来化验，发现里边都是激素，这些东西在西药里头实际上早都禁掉了，但是呢，在中药里头说，哎，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祖传秘方啊，然后它就可以通过审核，就可以去卖啊，然后里头有大量的违禁药物。这个，哎，生病肯定谁也不想生病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小病自己扛，大病上天堂啊，其实想开了就好了。这个问题是人还是怕死嘛？根据我的经历，小城市的医生都是会给你开一大堆的中成药剂，并且还挺贵啊。北京国际部的医生，我遇到的大部分，都很傲慢，没什么服务，挂号1000多，还遇到给你开复方药。私立医院目前是服务最好的、最舒心，缺点是专家不是随时有啊，好吧。像我们在北京看这种就是大医院里边的这些医生呢，就是我们遇到大量是实习医生啊，就是好多的这个小大夫，因为他医院本身也是个医学院嘛，就是他本身是有教学任务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些小大夫会大量的在这个门诊里边流来流去的，所以就是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别得病说的容易啊，是这样的，家里老人医生也不信，但喜欢自己抓点中药吃的，说不得啊。这种呢，其实老人自己抓点中药吃啊，他自己反而有安慰剂作用，他自己信就行了啊。这个吃药这件事儿，中药西药里头其实甭管哪种药啊，这个最大的作用还是安慰剂作用。北京医院也能拒绝中成药啊，就是说中成药过敏就行啊，这个是这样，就是你说我不要给你开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会建议你啊，他会说建议这样可能会搞好一点。但是像我去这种正常的西医的这种医院的话，他们一般是不给开，就除非你要求，一般不给啊，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北京的这些正规的这个现代医学的这些医院，他们呢对于这个中医是极其鄙视的啊。那个你跟他说中医说这个怎么样，你像我糖尿病吧，就是我要去跟医生说，哎，中医跟我说了糖尿病可以根治，然后他们就满脸不屑的看着你说你让他根治一个试试，然后等过几年复发的时候，你看看你还能不能活得过来，对吧？全是这样的。有个医生朋友还是有点用的，至少不会让你瞎吃药，还能免费拍个片儿之类的啊。现在拍片儿不行，拍片儿还是得花钱的，但是拍片儿并不贵了，因为最贵的那个我已经拍不了了，对吧？我现在脖子里头有那个钛合金的钉子，所以我没法去拍核磁，对吧？其他的片子拍着其实都不贵。中成药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根本就不清楚啊，除了有效成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杂七杂八的成分，所以说吃这些东西有没有害，谁也不知道。对，其实很多吃中成药的人最后是肾衰竭死的，他就是大量的毒副作用排不出去，或者肝硬化啊，或者是肾衰啊，好多是肝硬化。能开原研药的就开原研药，实在开不出来的就自己外购。至于药物一致性评价，这个就不评价了，好吧？无奈绝望啊，不知道以后老人人家遇到大病怎么办？听天由命吗？哎，听天由命又能咋办呢？如果是快速毒药还可以啊，如果是慢速毒药，吃了几十年才慢慢发作，那就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了啊！这个中药就是这么种东西吧。再结合《华尔街日报》听床的这句话，我向他看见药只要3分，一定露出了这个欣慰的笑容啊，这就不知道了。我完全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把医疗这种公共服务玩到极致资本主义模式的。哎，这个就没法讲了。美国401K 有医保功能吗？啊，这个不知道啊，这要问美国人。医生的强项也分地域，北京石景山的烧伤科，天津的男科，这个成都的肛肠科，你这就属于地域歧视了啊。北京石景山是因为挨着首钢是吧，所以烧伤科比较强。天津为啥就男科强呢？这时候我没想明白啊。成都是不是因为吃太多辣椒了，所以要肛肠科啊？我觉得你这个属于刻板的地域歧视啊。卡菲地罗是台湾产的啊，这个就不知道了。那个叫 CVS 啊，对 CVS，对我那次就在 CVS 买了点药，对，是小药店外加杂货店啊。如果能够在那里买到啊，就是非处方药，是的，
就是当时反正他也是药剂师，也不是医生，就跟人聊两句，说牙疼的不行了。他说你不做其他治疗，我说不做了啊，就开了点药啊，还挺管用的。原研药就是第一个发明的叫原研啊，但也特指西方这些有充分临床实验基础上才算，国内的中成药也算原研，这个就别费劲了。国内呢其实也有原研药啊，国内的原研药是什么？就好多是这个西方药厂在国内开的合资公司、合资厂啊，他们造的药也算原研药。像我吃的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国内呢，原来也自己去研究这些西药，但是反正会差一些吧。别说治病了啊，就像修车也是货比三家。之前我的车方向老是跑偏啊，第一家修车店说四轮定位，然后这个做了以后还是跑偏啊。第二家说是方向机不行啊，再换几千块，所以暂时没做。后来去了 4S 店，人家一看说轮胎有问题，换了轮胎解决问题了。好吧，这事儿就没法讲。但是你作为这个生病的人来说，有的时候你已经爬不出医院了，你必须在那儿把这个病治回来。我家里2个中医长辈自己深信不疑，然后带着其他长辈我妈每次去医院看医生啊，不给她开很多药啊，她就觉得医生不行。这个真的是，哎，反正关键是不信嘛。此刻人数266啊，这个点赞数38，大家点赞啊，对啊，大家赶快点赞。有2种非处方药，一种是可以在货架上直接买自己拿的，然后结账啊，那种都是头疼脑热，另外一些是限制成分，害怕瘾君子买多了秒变这个绝命毒师，所以这些药放在这个柜门里头，必须你过去问他才给你拿出来啊。对，我应该当时是过去问，然后给他看了护照，因为我估计是止疼嘛，就是我当时牙疼嘛，止疼。然后那个应该还是有一些这种麻醉作用的一些药给我了。对于一身病的高龄老人，去医院看病很折磨，没有集合了，没有集合的每一个病去看一个科，互相概不负责。对，就是这样。你像我去开药，我需要挂心内科和这个内分泌2个科室，我的高血压的药是在心内科开，然后我的这个叫做什么糖尿病的药是在这个内分泌开啊，这个也很麻烦。而且我其实一直对医生没有特别好的印象，为什么？就是我大概从小就有这种印象，只要到医院，然后医生就满脸鄙夷的看着我，该减肥了啊，所以就从来没有过好脸色这个事情。参考云南白药啊，那个里边含有三甲环酸西药成分止血，好吧，也很神奇。美国这点倒是很好，只要病人进门就绝对不可以拒绝治疗啊。是的，还有一些大学的附属医院会有那种80到$100就能挂号的，专门给没有保险的外国人和穷学生的小门诊，基本上不会让人真的看不到病啊。但是在国内这个就没法整了。脖子植入物大部分还是能做这个核磁共振的，哎，我就别费这个劲了。其实慢性病复诊开药在北京挺方便的，在线上，开这个检查单啊、续方都可以。有医保的话，自费10元就行了啊。这个我还没研究啊，我现在都是在社区小医院去开，很近。经常吃中成药的肯定是肝肾膀胱矿物中毒什么的。对，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年轻的时候就很沉迷，不到30岁皮肤溃烂，头发掉光啊，这个有点吓人了啊。我不是药神那个片子，现在不至于了吧？现在应该还是一样的。日本药妆店到处都是，入境也不查，对，这个是不查的，因为药妆店里的基本上是保健品。苏期排在啥时候了？还有16周啊！我现在手机上写还有16周。然后呢，这个是电影里面演的那个，估计不至于了。但是现在现实中医保不给报的药多了去了，像我们没涉及的，没啥感觉，谁赶上了啊，这个都很难受，是这样的。塔主一看就是很有生活的人，是啊。
好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准备讲第二个故事。好啊，这是第二个故事。北京、上海的消费崩了，还能刺激得起来吗？首先，这个数据非常非常奇葩，北京、上海11月份的销售数据崩盘，比想象中可能还要可怕。这个奇葩的数据呢，叫社零数据啊，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数呢，到11月份全国同比上涨3%，但是北京同比跌了14.1%，两位数啊。上海同比跌了13.5%，也是两位数，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为什么？待会儿咱慢慢讲。专家呢还出来抹稀泥啊，这个中国的专家他不值钱呢。专家说的是什么？是暖冬啊，今年北京冬天暖和，所以啊，烧类的消费下降啊。什么叫烧类？就是各种燃料相关的支出是下降的，什么煤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燃油啊，因为你都搞这个新能源车嘛，所以这块呢下降了。啊，这块下降的很多，所以让这个北京跟上海的这个叫做社零数据开始下跌啊。他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双11提前了啊，原来应该11月份去跑的很多数据，在10月份就跑掉了，对吧？所以10月份呢稍微上升了一点，但其实中国前10个月的这个社零数据也都是下跌的啊，基本上是北京跟上海都是跌了3%左右。对吧？这个其实他这个话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专家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是这个是烧类占总的这个销售数据里头，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你说我们能花多少钱烧煤气嘛？这个是非常低的嘛。而且前10个月的总和啊，这个数也是没法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各类分类的数据实际上都在跌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分类数据哪个下跌最吓人啊？这个咱们要讲一讲。北京的数据吃占了就是下跌了3.8%，就是今年11月份的食品开销比去年11月份的下跌了3.8%。然后呢，北京人吃了多少钱呢？北京人的吃的消费是19.75%，就是所有社零数据里19.75%是吃。然后穿呢是下降了2.1%，啊，这个也可以算暖冬吧，对吧？这个我今年也确实暖哈，我到现在为止那个最后的羽绒服没拿出来的。对吧？但是北京人呢不太爱穿啊，北京人的穿占整个的社零数据是6.24%啊，穿的比较少。然后用是比较多的啊，这个用呢是这个下跌了17%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而且用这一块呢是这个整个的在社零数据里的占比是70.9%啊，就是大家最主要的是用，然后烧呢。是下跌了23.7%，但是呢，烧整个的占比是3.11%。这个所以说暖冬的那个专家啊，到底是蠢还是坏，对吧？这个占3.11%的这个数据下跌了，他告诉你说啊，北京这个消费没有差啊，只是因为烧的这个煤气少了啊，所以这种人就比较坏啊。北京的整个的消费情况就是用啊，这个下跌的非常多。用这种东西呢，就你看吃穿用度嘛，吃。这个占19%，穿占6.24%，用70.9%，烧3.11%啊，大概是北京的这个消费情况。这个用的东西呢，一般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的，不是说我今儿买明儿还要买啊，相对比较耐用，所以呢，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用这一块相对来说就会这个崩塌一些。上海的消费呢，跟北京就不太一样啊。上海呢，吃其实也是占20%啊，19.54%。上海的吃呢，跟去年11月比起来还稍微涨了点，涨了1.6%啊，这块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数据。但是上海人呢比较爱穿啊，这个北京刚才我讲了，北京人穿上花的钱是6.24%啊，上海人在穿上的花的钱是25.45%，所以上海人买衣服买的多，他们的穿呢下跌了7.4%。然后用呢是上海人是52.25%啊，他们下跌了20.3%啊，这块也是很大的一个跌幅。然后烧啊，上海人的燃料呢要更少，因为上海人他也不烧暖气，对吧？他们呢是占比是2.7%，这一块呢是下降了16.6%，这就是北京跟上海的吃穿用度的占比以及下跌的幅。
所以呢，真正让整个的这个消费崩盘的数据呢，其实是就是这个耐用消费品这一块跌的呢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一块的占比很高。但是呢，真正的让大家感到害怕的数据其实不是这个数，真正吓人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单独公开的数据，但是上海并没有公开这个数据啊，叫什么呢？叫线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网上零售额。它有这么一个数，这个数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线上线上不是那个网上的意思是限额以上，就是一个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的这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以及线上销售网上销售的这些人，他们的零售额这块呢是下跌了22.4%。然后什么叫线上呢？批发企业年总营业额超过2000万的，零售企业超过500万的，住宿和餐饮企业年销售额超过200万以上的，就是这些企业，他们去年就是今年11月份比去年11月份整个跌了22.4%。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特别是高端餐饮和酒店住宿崩了。那为什么说这个数吓人呢？为什么说餐饮崩了就吓人？说北京人就不爱吃了吗？中国大家要注意一点中国人很多的生意是在餐桌上谈的，对吧？北京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对吧？北京原来有一个词儿叫跑步前进，什么意思？这个不是这个普通的步是这个部委的部就是很多人要当官要到北京来跑，所以叫跑步前进。然后你跑步的人谈生意的人向中央看齐的人，都是需要住酒店，都是需要吃饭的。你当这一块崩了以后，那意思是什么？生意不谈了呗？谁来谈生意那么你说我写个邮件能不能谈生意？你在邮件里谈的生意，跟见面谈的生意和酒桌上谈的生意，那规模它一样吗？它不一样的呀，对吧？你要想做一些大的生意，很多这种大生意，那不是一个人住1天酒店吃1顿大酒就可以谈明白的。对吧？像我们以前很多的这种大的并购案，那我们可能一次去个3、5个人，然后住在那儿住2礼拜，然后这个吃吃喝喝，然后最后光庆功宴也得吃个好几顿，对吧？你这样才能把一个生意做完，等于整个这块没了。所以当北京这样的一个地方，餐饮崩盘、住宿数据下滑的时候，说明什么？全国的生意人都躺平了，对吧？明年不费劲了，这个是比较吓人的，对吧？当然了，比这个什么餐饮住宿掉的更惨的还有一个数餐饮住宿这块也是跟其他什么规模以上的企业一块掉了22%嘛。咱们再讲下一个数，平安夜的票房去年平安夜1.7亿票房，今年3000万这个数据代表什么呢？圣诞节在中国其实是当情人节过的，对吧？看看明年的结婚数字跟新生儿数字，你不能按这比例跌吧？按这比例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对吧？那你说是不是？也不能说这个平安夜看个电影就都去结婚，都回去生孩子但是不至于。但是呢，现在这一块跌的是非常非常惨的，甚至还有人去反馈说北京人少了这件事呢，我自己其实比较宅出门并不是特别多。在圣诞之前呢，我确实是坐了一次地铁进城，因为我平时是开车在城里跑来跑去的，对吧？那么我看不太出来人多人少，车呢还是堵虽然比以前好一些了，特别是因为我不上班嘛，所以并不会在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四处跑来跑去的。但我这一次我应该出门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下午可能3、4点钟地铁上没有什么人，然后呢在回家的时候应该是晚上的7点多。按道理来说呢，应该是晚高峰，因为北京晚上下班其实挺晚，特别很多单位是吃了饭以后回家的，对吧？但是地铁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空座位不一定有，特别是像1号线，像以前1号线很挤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背着电脑上去，最后把电脑挤坏掉的。现在呢，就空空荡荡的就是基本上座位能坐满，然后能够零星站那么1、2个人，就这种水平，对吧？那么这个大家都离开北上广，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吗？还是说大家都像我一样窝在家里不出门了，就算是个好事呢？规模以上的企业倒下了，难道就可以一经落万物生吗？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就是经济的发展
必须要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然后才能提高整个的交易量，这个经济才能发展上去。那么这样的前提有一个什么样的必然结果呢？就必然会形成这种城市化的聚集，以及巨型平台的起飞。一旦是反城市化啊，大家离开北上广深了，对吧？大家窝在家里不出来了，然后平台都分散了，又变成小商贩了。那么这个只会降低交易效率，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啊！原来很多人说，哎呀，你们这些互联网公司每天老惦记这个卖菜大爷大妈的这个仨瓜俩枣，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这个交易聚集起来以后，我们卖掉的菜是比那帮大爷大妈卖的多得多的，对吧？一旦是说平台挂掉了，剩一帮大爷大妈出来卖菜来了，那最后总交易额会掉下去的，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明年怎么办呢？只能刺激啊，继续去刺激。三驾马车现在只有消费还能够再刺激一下，基建已经没法整了，那么多地方债还等着划呢，对吧？还划不掉呢。出口啊，这个1月份川大爷上台了以后，到底怎么样不好说，对吧？所以出口现在也不抱太大的期望。然后就是消费了，那么消费到底行不行啊？刺激消费其实3种方式，其中有一种呢已经不好使了。对吧？还剩2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就是增加信心啊，这个事儿已经没法整了。这个老外之所以敢把钱花光，甚至还借钱去花光啊，借钱去买东西，是因为人家有信心啊，咱们没法去讨论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多发钱啊。这个国家呢也开会了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啊，上头也讲了，提高重点人群的经济收入啊。那么它怎么提高呢？分4个，其实是第一个是低收入人群啊，扶贫。啊，我们该扶贫还是得扶贫去，然后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原来北京有啊，上海有，每个城市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把这个数往上提啊，这是明年要干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是要提高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啊，第一个是提倡和鼓励企业使用高技能劳动者，并提高他们的待遇。但是呢，提倡这件事呢，大家听一听就算了啊，这个没用的啊。然后要干嘛？推动技能等级评定啊，就是以后你是高级厨师、中级厨师，你最后要有这个证书啊，这一块呢要更加的去强调以及更加的细化啊。那么当大家都有证书了以后呢，有一些企业可能会给这些有证书持证上岗的人更多的薪水吧啊，这是国家要去明年干的事情。然后呢，就是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呢是希望在科研资金中提高人员薪资的比例。啊，像我们以前也跟一些科研机构打交道啊，他们就是薪资是很少的，他们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是拿来买设备的，对吧？这个以后啊要尽可能多的拿来发一些薪水啊，这是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啊，这个现在也已经提到这个会上了，估计明年的社保基数会起飞。大家注意啊，每年咱们养老金都涨啊，有时候涨个3%，像2024年应该是涨了3%。然后每年都涨，但是呢，它等于一头呢在涨这个养老金，另外一头涨的是什么东西呢？另外一头涨的是那个社保基数，就是我们每年交的钱。然后呢，涨的养老金的那个比例永远赶不上你涨这个社保基数那个比例。比如说社保基数涨5%啊，养老金涨3%，然后明年可能是养老金涨5%，社保基数可能给你涨7%，它是这样的一个增长过去的，对吧？这就是明年啊，这个要给大家涨薪水，这是国家说的。那么第3个方式是什么呢？第3个方式就是发补贴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个事儿到底好不好使？按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数据来看，应该是不好使，对吧？这个它呢刺激没刺激出消费来？刺激出来，但是呢，这完完全全是一种饮鸩止渴啊。为什么？用的消费在下降，因为我们看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一大堆那个数据来看，吃穿用度，对吧？真正影响的只有一个，就是用啊。那么以旧换新补贴折腾了半天以后，用的这个这一项的开销都是有10%几甚至接近20%的这种跌幅，所以看到以旧换新补贴其实是有问题的啊。这一块呢，为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购买那些不用的东西。够把经济拉起来，一旦是说我要电竞用以旧换新了，对吧？那这个东西一定是非用不可，对吧？我一定要把这个旧的淘汰掉，才能把这个新的东西买回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消费啊，这个只是说我们在
实在不行的情况下，稍微的去把原来的家里换一换，但是呢，这个买没用的东西这件事儿呢，对于这个工业斯巴达提出光盘行动的这种朴素经济学家来说，确实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以旧换新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呢，还是稍微的有点好处的我的小米苏7还没有提车嘛，还有16周也就是还有4个月还有4个月才能提车。然后呢，我的小米苏7的补贴翻倍了。2024年在北京置换购买新能源汽车可以补贴1.5万12月6号，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一轮车辆购置政策。现在我再去置换购置的话，可以最高享受3万块钱的补贴。去年是1万今年是1.5万，明年是3万当然这块呢，可能旧车的价格就会稍微吃点亏了。因为现在收旧车的人其实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因为他们积攒了很多旧车又卖不掉，对吧？那么他们的资金压力也是很大的那这块的话，就让政府稍微多补一点点吧。今天呢还听散人讲了一个刺激包子店的故事，很有感触这个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给民众发钱了民众呢会需要吃包子，于是呢他就可以去开包子铺了。如果是给包子铺发钱，那包子铺的老板呢也会去开包子铺，但是呢民众手里没钱也就没有需求这个没有吃包子的需求，新开的包子铺就只能关门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中国比较喜欢去刺激生产不喜欢去刺激消费，就是这样的刺激完了以后你没有需求出来。而且呢，为什么不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呢？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控制欲太强就是政府的控制欲太强其实呢，我想稍微的解构一下这个控制欲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要把政府人格化政府也是分很多层级的，每一个层级都有自己的诉求，都有吃拉卡要的这个想法。甚至呢，作为这种大家长说我要为了你好我要认为你吃这个东西才好，吃那个东西不好，他会有好多这样的想法，对吧？这个你只有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发这个消费券了呀，或者发一些这种刺激生产的东西呢，这些各级的领导才可以去掺沙子，才有机会在里边去上下其手，对吧？刺激生产了科研买了设备了这些领导才可以在里边拿钱这个散人还讲了一个分猪肉的故事说这个家里有钱想给村里人分点猪肉，觉得红烧肉很好吃，分给大家吧。但是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有人喜欢吃红烧肉，有人说我要排骨有人说我要想买点生肉末然后回去炒点肉末，然后煮个菜吃都想自己干。那么呢，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要不然分生肉给别人不应该做好红烧肉。但是你想想，你分生肉给人家了，那烹饪红烧肉这么多环节中的利润哪儿去了呢？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的很多控制欲是来自于各个层级想要上下其手的这个欲望不是来自于别的地方。那你说明年的消费会怎么样呢？明年的消费大概率会继续滑坡第一个，公司裁员了然后呢，生意也就不谈了，生意人呢都躺平了，对吧？不到北京来住酒店，不到北京来吃饭来了，对吧？即使是有工作，对于未来继续有工作也是缺乏信心的。然后有各种补贴的话，大家都想着明年的补贴一定会更大，等等党又赢了，对吧？你像我就是这样的，今年如果买着车补1.5万，明年再买车补3万了，对吧？那等等党又赢了。耐用消费品那就继续等，能等就等呗。所以发补贴这件事情，而且大家期待着是1年补的比1年多的话，那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过程你越发补贴，大家就越不花虽然他花了一点点，他可能把大量其他的消费就全都给冲抵掉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恶性循环就是公司继续裁员，然后还大家不结婚不生孩子，对吧？整个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所以明年的消费的话，大概率是刺激不起来的这就是从今天咱们看到的北京与上海11月份社零数据崩盘，对吧？在全国范围内逆势崩盘，因为全国是上涨了3%，咱们是跌了10%几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到底给明年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这就是今天咱们讲的第2个故事。好，咱们看看这个有什么
评论。又有人赶上直播了啊，欢迎。看病还是要去省会大医院，那里才是正经的药。哎呀，中国就没办法，这个包括什么社区医疗啊，什么医疗资源分散啊，这个东西搞不定，必须要去大医院。这个话题真的很沉重啊！我们每个人身边至少都会有1-2个长期吃药的家人朋友。是的，咋看六代机和 DeepSeek 啊？六代机我觉得等官方发布呗，DeepSeek 我还没试啊。现在据说 DeepSeek 3是很强的，DeepSeek 的话其实一直是走的这个 MOE 的架构，就是它的那个参数非常大，所以等着看呗。因为这个我估计到下个礼拜我应该可以用这个 DeepSeek 去试点事情啊。据北京一位3甲医院的朋友说，3月份之后，进口药的处方权就只有主任医师才有了。哎，好吧，老范啊，你每期都去光顾塔主的频道吗？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有时候会去，有时候就不一定想得起来。最近比较懒，更新少，这个努力更新。原研药和仿制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辅料，因为根据药物专利法规定，有效成分是要公开的，但是辅料的成分是可以不公开的，而辅料够决定有效成分的利用效率。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仿制药的药效不如原研药的一个原因。是。还有有效成分的提纯啊，很多小厂的仿制药根本就达不到提纯的条件，这就算了啊。为老范扎起来啊，以点赞啊，这个是赶快点赞。每天看国内的新闻相当割裂，一个痛并快乐着啊。CPI 里面的耐用数据从2020年开始一直下跌，一直都靠猪肉价格撑起来。PPI 数据从从2021年开始一直靠乐观预期支撑，其他全都是下行的，所以预期崩盘啊，这个数据很难编了，这个就没法整了呗。一方面骄傲在天上飞，一方面感觉一地鸡毛啊，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怎么办呢？没看过药神啊，说个今天遇到的实例吧。早上去买零食，路过出租车聚集点的时候，听到他们讨论其中一个司机的亲戚上吊了，问为什么想不开，癌症啊。目前国内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农药上吊都有啊。家里有钱还治一下，没钱也会治，但是很多病人看到家破人亡会自己结束，本质都是穷人太多，国家基本保障指望不上。是的，国家其实对于就是底线比较低，咱们这儿是，你甚至都不能质疑六代机啊，这个现在倒也无所谓，因为毕竟国家也没说有没有嘛。看来塔主很喜欢老范的风格，没有啊，咱们塔主有自己的风格，人家是专门讲课出身的。这个北京就是人少了啊，之前去北京，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北京大概少了40%的人啊。这个其实也不一定，你像我这种人呢，就是还在北京，我也没走，但是我不出门了，对吧？这个也确实会显得人少一点点。不至于不看这种东西啊，让他们吹就好了，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是的，根本没法看强耐了啊，看吧，怕什么？老范的这些消息数据是通过 AI 整合来的，对的。这个豆包非常好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大大还是玩工业斯巴达吧，是的，而且一天搞了一堆的军事装备，对，当时是2架飞机加1条船嘛。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感觉明天就可以去决战三体人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现在钱多交易少，全都淤积在冰山之下。讲真，拆几个国企，让公部门和个人破产啊，这个市场就有希望了。可惜死要面子。至于市场到底怎么有希望这件事情，肯定也有一些想法了，但是这个事儿非常不成熟啊，而且我觉得也不太会有用，所以就没有跟大家去讲。消费哪有啥闲钱啊？消费实际上关键是不需要钱，关键需要信心。现在基层的工作也没法干，那都是叫苦连天，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捆绑在一起。证书这个感觉不太管用啊，就跟开挖机一样，请一个有证的镇场就行了，其他都是没证便宜的。这个后边检查呗，对吧？你用了没证的，然后就罚你呗。比如说这次上海地铁撞的那个吊车的事情，那就来看呗。你如果有证的话，咱们怎么办？如果没证的话，或者你这个工地里头只要有一个人没证，那我就罚死你，或者找人去判刑嘛。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没啥活了啊，拿证的人过剩，那反正也是总是有些好处吧。这个崇祯就不研究了，证书最大的作用是成立更多的认证机构收税用的。这个其实在国外也都是靠证啊，就是你电工要有电工证，木工要有木工证。你如果要没有证的人去做了施工，出了问题你是要自己负责任的。这块我觉得还是应该往那个方向走。粉红乐坏了啊！都说人家美国人和反贼如何酸啊？是啊，这个粉红乐的方式是这样的，说这个，白宫前头凌晨4点就开始上班了，因为咱们飞了这个6代机，然后那个还有一条什么船下水了，四川号下水了，对吧？大家就觉得这个美国人已经不行了，都已经手忙脚乱了。老范讲故事是我开车最喜欢听的内容，这是一个 IT 科技类节目。我虽然是会员，但其实我这个外行却把节目当鸡汤听。老范活得很通透，做人不纠结。老范活得很认真，人到中年还继续努力奋斗，活得仔细，不浪费人生各种体验，支持学习。哎呀，感谢感谢。这个感谢会员啊，这个一定要感谢会员的支持。这个我主要还是提供情绪价值，这个真的是太割裂了，哎，这个没办法。以旧换新补贴，我反正用了，买了个盖板的 M4 Mac Mini，为国家贡献了自己微小的一份力量啊，挺好的。电器补贴以旧换新搞得巨难用，大部分都是旧款，而且老人基本上自己搞不定。哎呀，这个，肯定有好有坏，这个不能说都是坏的啊。习惯了就好啊，可以看看朝鲜那个 MTV 片子，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啊，这还没看过。但我觉得朝鲜最近干了一个事儿很神啊，发行新货币，然后旧货币直接作废了。北京买特斯拉有补贴，有的。悠着点啊，悠着点，悠着点，对，不能乱说啊。那么问题来了，6代机领导拿了多少钱啊？这个你等看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人落马呗？中国给老百姓发钱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发完老百姓会把钱存起来，依然不消费，最后还是个信心问题。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你发了，里头一定会有一定的比例去花啊，你不能说我发了以后有1个人存了，还是有2个人存了，最后还是按比例来看。主要已经没有人可以冷静讨论了。当一切批评都不存在的时候，赞美就毫无意义了。哎，是的，只卖红烧肉，因为红烧肉专营。哎呀，今天还看了一个特别逗的，说什么呢？说这个中国的丰田阿尔法，对吧？说这个车为什么在中国卖那么贵，在日本大概是卖
50万吧，在中国是卖80万啊，多出30万哪来的？说这个钱到底谁挣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丰田的老大到中国来说，这个你们为什么会卖这么贵呢？说我这个车明明挺便宜的啊，为什么这么贵？后来发现呢，就是全中国的所有的丰田阿尔法只有一家公司是可以做认证的，对吧？然后这个公司据说是一个红三代拥有，然后这个红三代本人是生活在美国，然后光这一款车的认证一年可能就有多少个亿回来，对吧？他就是这样的生意，那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做呗。昨天看到新闻，太原一个商场圣诞树被围观的人给哄抢了，因为上面有一些装饰了很大的礼物，其实都是空盒子，就因为有一个人带头抢了一个，其他人就一拥而上。我们的所有勇气全都用在这种事情上，正经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就全都看不到了。啊，这个呢倒不能这么讲，就是中国一直有这种叫法不责众的这种现象吧，就是一旦是大家一起冲上去。啊，或者有一个人冲上去，发现没有被制止的话，大家就一起冲了呗。2025年应该会发钱，小孩子补贴、失业保险。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啊，这个小孩子有可能会有，但失业保险的话，其实领到是挺不容易的啊，不是那么容易领到的。有人评价是因为北京、上海数据采集比较诚实，所以逆势崩盘啊。我觉得可能因为崩得太厉害了，编都编不过去了。其实是你就当他所有数据都是真的吧，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离开北上广，然后回到家乡去了。但是这个对于明年的经济是没有好处的，只有说大家回到北上广，然后好好的住在酒店里头去吃饭，对吧？那么这个明年的经济才有机会，才能往上涨。崩的厉害，不好编数据。哎呀，这个数据咱们就不管它怎么来的了。药物集采是有利于老百姓的，想吃进口药可以去药店，但不能医保报销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它会有利于老百姓。集采药物的价钱太便宜了，一支麻醉剂，一支麻醉集采价格才几毛钱，反正这种我是不敢打的。很多小县城都在开俄罗斯商品，这个有人就愿意信你怎么办呢？这个永远韭菜不够多的，哎，韭菜太多啊，镰刀不够用了，那真没办法。这个北京西单商场将停业啊，老范，这是你恋爱时常去的地方吗？不是啊，这个我开始恋爱的时候，西单商场其实已经衰落了。药物集采的出发点就是节省医保开支，从未考虑过有利于老百姓。是的，俄罗斯东北商品馆，啊，我告诉你，很多俄罗斯商品馆里的东西是义乌或者是广东那边造的，跟东北都没关系。80块钱的仿制药和8毛钱的仿制药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现在采集的是8分钱的，还不是8毛钱的。北京的大商圈都有俄罗斯专卖了，这我还真没注意。胶囊里边掺玉米面啊，不敢想。不，这个玉米面是这个药材，特别是药片啊，就是片剂里头的标准辅料啊，就是玉米淀粉啊。这个你说它是玉米面呢，稍微的过分一点，但是叫玉米淀粉。那人都哪儿去了？我们小镇人口都往大城市去，街道上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啊，也有可能都像我这样待在家里蹲着呢，在家宅着，看看宅舞啊，就算谈过恋爱了，好吧？老范帮散人带流量了啊！下次弄个10年签证去散人店里吃霸王餐包子。日本10年签我是申请不了的啊，没那么多钱啊，这个申请的资格不够。但是去日本其实签证还是挺好办的，因为我前面今年可能4、5月份不是去过一次吗？就是提前个1个月啊，这个找个这个旅行社，他就给你弄好了，还是很方便的。想象一下，出口的原料药到美国是一个标准的，欧盟是一个标准，印度是一个标准，在国内销售又是一个标准，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好吧？这个我还不知道咱们的药是不是出口啊，可能这个就不太了解了。拆国企不可能的啊！最近3个月新成立了1.1万家国企啊，这个数我还没看到。
现在还在鼓励国企去兼并重组呢，再去把这个一些私营企业买下来，对吧？这个我觉得真正挣钱的私营企业不会卖给他。这些个俄罗斯馆都是一些假冒伪劣的，怎么会有人买？看不懂，总有这个脑子不够使啊。这个我记得原来有一故事是那个什么呢？就我有一次听这个江南春演讲啊，江南春是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公司的老板啊，他呢是做那个就是电梯里边那个屏幕的那个人啊，他反正非常很有名。他讲什么？就是在电梯里做这个屏幕。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上面放个新闻，底下放个广告呢？而是要把这个屏幕完整都放广告呢？”哎呀，他说：“这个你永远不要低估无聊的作用，对吧？我只要是把它都放上广告，大家再无聊也要看的。那么看完了以后就会有转化率啊，这个才是它的有效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啊，俄罗斯馆里头就有一大堆的更无聊的人在那儿看。前天看华尔街一篇评论，说上面很坚持当前的方向，幕僚提都不敢提其他的方法，这种听床就没什么意思了。你对六代机感兴趣一点，还是马斯克去火星感兴趣一点？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马斯克去喊说德国人你们去选这个德国选择党啊，这件事儿，我觉得如果德国选择党真的能选上啊，魏德尔能选上的话，还是可以当瓜来吃一下的。集采的目的是药价下降，医保范围扩大。这个那些经销进口药的是毁灭性打击。其实进口药不是经销的啊，也都是国内工厂生产的。国外的事儿有很多连带的，例如行业工会等等。咱们国内就算了啊，就是收税的。哎，讲到工会呢，倒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刘强东说，这个全国总工会找他，说你要交会费，说交多少呢？说全员薪水的2%。然后刘强东说，我京东一年发100个亿的薪水，说我凭什么交给你2个亿？说我的工人受伤了，我的工人出任何问题，你管了吗？对吧？你收了这个钱到底干嘛去了？对吧？这个工会就是全国总工会是找这些大企业收钱的啊。像我以前，我还有一张工会证啊。我前2天我老婆翻东西，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是我忘了是在哪儿发的啊，好像还是那个，因为我们当时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校办企业，所以呢，我是领到了清华大学盖章的这个工会的证啊，我还有那么一张证。然后他们是找着大家收钱的啊，这个我们是交工会会费的啊，是工资额的2%。但后来到互联网企业以后，好像就没有再交过这笔钱，可能也还是在交啊，就是这个上面这个财务把它处理掉了，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中国工会这个事儿还是挺开心的啊。而且工会呢是有作用的，中国的工会除了发电影票收钱之外，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啊。比如说，它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可以去持股，对吧？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工会就可以持股啊。然后呢，还可以进行这种劳资谈判啊。这个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工会做劳资谈判的故事？给你们讲一个啊。说有一哥们儿在一公司上班，然后呢，公司决定说要给大家降薪，然后70%人同意了。他不同意啊，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以后呢，他去仲裁去，然后抱歉啊，然后呢，这个法院就判了，说你们公司降薪这件事呢是经过工会沟通集体同意过的，所以呢，中国的工会的作用是跟老板集体沟通降薪的啊，跟美国这个工会沟通这个集体涨薪这个不一样啊，所以咱们的工会还是很有用的。跟大家讲2个工会的故事。大家不是会员的，考虑一下，考虑一下，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还是可以提供很好的这个情绪价值啊。学好 CCIE，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就还是别想那么多了啊。谷歌被曝每年支出$200亿给苹果，以换取这个百度这个调整策略，力挽苹果超$100亿大单，2条新闻连起来怎么看？谷歌这个事儿不是正在被处罚吗？已经被反垄断处理掉了。至于百度的话，百度还是死得远一点啊，不要来烦我。我始终不认为国产仿制药跟进口原研药的这个药性差不多，
90%的药品都很成熟，这个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国产原药的国产仿制药的这个疗效也比较玄学，大部分赚钱项目都是红色背景的人掌握啊，这个不知道没统计过。17、18年是中国制药业的这个最辉煌时期，各大贫困地区的药企都在上海或者北京设立研究所，那个时候跳一次槽工资就翻1倍，每次打开招聘软件都有99家的信息，企业都在疯狂抢人，当时甚至是学烘焙的、学空乘的都可以去药企干研发，和现在的情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黄金时期已经过了，我天，这个太夸张了吧？学烘焙的、学空乘的，发个自己照会好些，这个没用的。让人热衷北上广，老老实实挣钱啊，把钱转回老家才有希望。别啊，就是到北上广，在北上广挣，在北上广花就完事儿了。这个就是彻底的那个城市化。我看辽宁的朝阳市80至89的老人每个月发100，90到99的发200，100以上的每个月发1000啊，反正100以上的也没几个呗。聊过发币的事情了吗？聊过了，在会员频道。这个对，还不是因为医保亏空了，如果不采购便宜药，那医保缴纳的费用啊直接翻倍，估计骂的人更多啊。这个医保里的窟窿多蛆了，不差这一点半点的。以我买过2、3次俄罗斯商品的经验来说，都是黑龙江那边过来的，可不是广东的。哎，我买过一次俄罗斯巧克力，就是从广东那边发的。直播了，直播了，是的。俄罗斯打仗哪儿那么多余的食品出口？而且俄罗斯的绝大部分食品，其实在中国是不能合法进口的啊，因为通不过检验。中国是最大的原料药的出口国啊，这个还真没研究过。抖音和小红书哪个平台粉红一点？我觉得可能 B 站粉红一点。我是从事医药工作，医院的各项收费都在下降，现在医生越来越没机会拿回扣了。我们集采后只请医生吃饭，从不送回扣。在医院领导还要打点的啊，那些移植科的主任主要是靠进口药的回扣支撑的，这下没了啊，意见特别大。哎，这个反正各种的不信任呗，我们也不信任他，对吧？啊，中国的原料药出口到德国啊，这个就不知道了。中国俄罗斯出口点巧克力果汁儿倒是可能的，中国应该没有进口过俄罗斯巧克力，反正我买的俄罗斯巧克力就是深圳那边菩萨下台了，钱袋子，就不归其他菩萨了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讲这话。大家各个城市的共享单车消失了吗？我回国发现，原来满大街的共享单车突然没了，一个也不剩。哎，没有，北京还是蛮多的啊。俄罗斯货这个事儿，国内外都有啊。国内制造业巅峰的时候，连巴黎各个景点的纪念品大部分都是 Made in China。啊，是我在加拿大，然后机场买这个纪念品的时候也是 Made in China。中国原料药90年代的出口了，啊，那又怎么样啊？还不是不把人当人啊？是。我一直觉得6代机是瓦房店技术传了个壳子先能飞，哎，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没必要下任何结论啊，等着慢慢的去往前走就行了。中国是原料最大的出口国啊，那好吧，这个事情看来被验证了，这个是略微偏远了一点啊，至少应该铁锡传的铁壳子，好吧。每次看中国电影电视剧，一看那脸、那口音、那打扮就反感啊！这个坚持不了5分钟就关了。明明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啊，这个就没法说了。反正我是不看啊。工会的最大作用是占着茅坑作恶，最关键的是不让你成立新的啊，成立新的是不可能的。这个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怎么可能的？不稳定啊！之前开会说发展农村地区真是太假了。
这个不假呀，现在说要让农民去炒股呢，要引导农民入市炒股，多开心的一个事情。铁西传的可还行啊，这没问题。当年朱温就从白熊那边过来的啊，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这个，哎，这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娃娃头巧克力啊，估计是贴牌啊，这就不知道了啊。意大利的奢侈品军服写的是意大利制造，结果一去加工厂里头全是中国人。华人管理说中国人比当地的白人效率高几十倍。这个意大利不也逮着过奴隶工厂吗？然后今天那个比亚迪那事儿最逗了，100多个比亚迪在巴西的员工被当地人解救出来，说你这个事儿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说你这个事儿是这个奴工啊，这个几十个人才有一个厕所，然后待遇很差。然后这100多口子人摁手印啊，写字摁手印，就真的是像奴隶一样，像人，像这个猪仔一样摁了手印，然后这个赌咒发誓说让我们上班吧，我们不是奴隶，对吧？这个实在是太讽刺了，没有比这个更惨的。10月被裁员了啊，找到新工作就充会员，还是先努力找到新工作吧。充不充会员这个事儿没那么重要啊，这个找到新工作，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这个10月被裁员+1，好吧，这个不行就跟我一样啊，做那个 UP 主也可以。俄罗斯货一个不要啊，俄罗斯小姐姐照单全收啊，这个，你看你的身体受得了不？祝早日找到工作。是的，比亚迪那个真的是秀了一下下限，对，你看写了名字摁了手印啊，这个真的是原来往南洋卖猪仔的那个感觉。巴西这事儿给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真的是配得上如此被奴役啊！这个你不能这么讲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其他人不是啊。比亚迪真是太搞笑了，他们公关说伤害了民族感情，说吃他家的东西拉肚子。他说今天天气不好，哎，这个就算了。上海那批搞金融越来越差啊，深圳未来会是中国的第一城。深圳至少还有出口制造业吧，还会好一点。有个俄罗斯姑娘去俄罗斯商品店，说看不懂上面的俄文，好吧，这不应该啊。我觉得 ChatGPT 也好，还是豆瓣也好，翻译的水平应该还可以啊。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看，再见。结束直播。